仁政倭乱和明朝鲜的关系。学习者可以说明16世纪秘鲁南倭现象是仁政倭乱发生的背景之一。学习者可以说明仁政倭乱当时明朝派驻援军的实际理由。学习者可以分析明军和日军之间进行的讲和交涉的问题。日本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原因，只是单纯的个人侵略野心吗？还有，明朝只是单纯的因为册封朝贡关系而派遣了援军吗？另外，为了击退日本侵略而形成的明朝和朝鲜的联合军，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吗？日方要求恢复过去明和室町幕府之间的封公或册封朝贡关系，但明朝最终提出了只封不贡或册封但不允许朝贡的关系。确认答案。进入16世纪后，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开始动摇，这就是所谓秘鲁南倭现象的出现。秘鲁南倭现象是明朝长城北侧的草原游牧世界和南方的海上世界贸易欲望同时体现的结果，导致了明初确立的以明朝为中心的册封朝贡秩序出现裂痕，特别是在南方海上发生的倭寇时代，对朝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592年的仁政倭乱就是这种倭寇事件所导致的东亚海上危机的延续。1587年结束战国时代，建立统一政权的日本丰臣秀吉很早就向国内外公布了侵略大陆的野心。丰臣秀吉的侵略意图在战争前就通过在福建和浙江得到的情报传达了明朝朝廷。这些情报中包含朝鲜与日本内通的传闻。这种传闻每当状况不利时都会被再次提起，成为是明朝和朝鲜关系变得困难的因素。1592年4月，最终爆发了仁政倭乱。日本在短短20多天就接管了首尔，又为中心连平壤也沦陷了。朝鲜国王宣祖陷入了需要逃难到明朝边境城市益州的绝境当中。在这个过程中，朝廷内部就提议进入辽东内属明朝的所谓入辽内属论和其反对论形成了对立，而且在向明朝申请援兵的问题上，也有人反对请兵。最终直到平壤沦陷后，才达成请兵论的民意。
正式派遣请援使到明朝请求援兵，而且迁移到辽东的主张也因刘成龙等朝廷大臣的反对和明朝的婉转劝阻而放弃。接到朝鲜援兵邀请的明朝决定派兵的过程也并不简单。当时随着人臣倭乱被称为万历三大义的宁夏地区的破败之乱和贵州地区苗族土司杨应龙之乱爆发，并还在镇压中，而且部分官员还以天朝没有为保卫朝贡国而派兵的前例为由，反对派兵援军。另外，日军在短短1个多月内就几乎占领了整个朝鲜的事实，也扩大了朝鲜与日本勾结的疑惑。但是，如果朝鲜被日本占领，日军不仅可以越过鸭绿江直接攻占辽东，而且日军通过朝鲜的西海岸可以直接登陆明朝辽东和山东等地的危险也将会成为现实。即对日本侵略的应对不单纯是援助朝贡国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明朝自身的防御问题。因此，唇亡使韩论开始强烈抬头。对此，明朝最终决定派兵，率领约45000多兵力出战李如松部队，于1593年1月突袭平壤，并大获全胜，成功改变状况。但是，借着这个气势吹击日军的时候，在首尔附近的碧提馆战役中败北，状况再次陷入焦灼状态。从这时起，明军和日军开始正式进行讲和交涉。与日本的讲和论成为战争期间明朝和朝鲜之间一直存在微妙矛盾的原因。当时担任兵部尚书的石兴在决定派兵之前，派遣曾参加过围剿倭寇的沈惟敬前往益州掌握日本的情况。不具备明朝正式使节资格的沈惟敬秘密进行了讲和交涉，这在当时明朝内部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这种讲和论得到了兵部尚书石兴的后援等，在明朝内部也形成了一定的势力。此后，每到战争的关键时刻，沈惟敬都会登场，与日本进行讲和交涉。日军内部也有大阪芥香人家族出身的小西行长等势力，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恢复与明朝的册封朝贡关系，并形成合法稳定的贸易关系，因此也响应着讲和论。沈惟敬
和小西行长之间的交涉，首先以释放被日军俘虏的朝鲜王子，日本撤出首都汉城，派遣明朝使节册封丰臣秀吉，在宁波恢复朝贡贸易为条件达成了协议。随后，李如松派遣谢永子等人伪装成刺史，与丰臣秀吉进行了协商。当时，丰臣秀吉提出的讲和条件是：明皇室的皇女与日本天皇的联姻，割让朝鲜的4个岛及朝鲜王子和大臣被迁送到日本作为人质，恢复明朝和日本之间的汉和贸易等。这些条件是连向明朝报告都不能的荒唐的条件，而主导讲和的宋应昌和石兴等势力，在不公开丰臣秀吉的条件下，试图进行讲和。但即使在这些条件尚未公开的情况下，明朝内部反对讲和的立场占绝大多数，为倭寇的议和会损害天朝体统的大义名分，加上忧虑议和反而会加重明朝的军事违宪的现实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讲和派隐瞒讲和条件，试图得到皇帝批准的事实被揭发后，讲和交涉被迫中断。但是接着因弹劾而退位的宋应昌的顾阳谦也对讲和交涉持积极态度。在他的主导下，小西行长的家臣内藤如安进入北京，在接受日军完全撤军等名义要求的条件下，决定与日本讲和。因此，明朝向日本派遣了册封使节，但接见他们的丰臣秀吉得知朝鲜领土割让和宁波的贸易许可等自己的要求条件完全没有被接受后，非常愤怒。历时4年的讲和交涉再次破裂。1597年1月，侵略战争再次爆发，这被称为丁酉再乱。明朝和日本之间的讲和交涉，如同双方都不是在本国，而是在朝鲜展开的战争一样，是在兵力动员和军粮补给等方面都不如意的情况下，以派兵的军队指挥官为中心，不顾强硬派的反对而进行的协商，因此是在互相隐瞒和歪曲讲和条件等无理手段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可以说是讲和交涉破裂的根本原因，而且这种讲和交涉是单方面进行的。
与朝鲜的意愿无关。再加上割让领土或将王子和大臣作为人质派遣等，朝鲜根本无法同意的条件，在明朝和日本之间随意被交换，说明双方的讲和协商中完全排除了朝鲜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就这种无理的讲和协商与明军指挥部发生了矛盾，不得不秘密阻止讲和协商的达成。此外，围绕明军内部矛盾导致的战斗力的局限和责任，明军军粮补给的责任等，在战争期间，明朝和朝鲜之间一直存在不少矛盾因素。尽管如此，从民愤上看，明朝是为了拯救朝鲜而派遣了援军，朝鲜为了完全击退日本的侵略，也绝对需要明军的援助。因此，朝鲜不得不单方面被明朝的要求牵着鼻子走。另外，对于因没能阻止日本的侵略，以及在战争初期单方面失败了责任中无法脱身的朝鲜王室和朝廷来说，如果不祈求明朝的权位，很难保证王朝的命运。因此，朝鲜提出所谓再造之恩，进一步强化了明朝和朝鲜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后来在女真的努尔哈赤势力兴起与明朝争霸时，使朝鲜不得不承受又一场胡乱战争。